习宰相，这2位是你们各自的原配发妻，这位是你们青梅竹马的异姓兄弟，嘿嘿，他们之中只能活下来一个，3选1，且看你们弃谁保谁吧。阿燕、阿锦，我江胜男不像你们媳妇儿那样娇滴滴，只会待在后宅争风吃醋。我早在战场上摸爬滚打，见惯无数生死。今天你们别因为我为难。父亲，快救我，我好怕啊！少废话，选不出来，那就统统别活了。是在时代的争中，上当初的怀中，都选了他，那我这些年的真心又算什么？还没到开满花，却看见天边一点点变红。我勒个够！哎，果然在虐文里，恶毒女配只是女主与男主男二之间爱恨情仇的垫脚石，男人不行就换嘛。如果我们是他们，我的建议是，这2个恶毒女配下辈子抱团取暖，同时炮灰沦落命，原配妻子惨兮兮。是谁在花岗观你，而我在看你。全京城都知道啊，太子尉迟彦与宰相席锦乃是朝堂上针锋相对的死对头，然而2人在某种程度上却同病相怜，只因他们心中都有白月光，却被舔狗死缠烂打。一个是国公明珠温雨薇，绣花草包最大的心愿是将高岭之花拉下神坛，另一个嘛是首富千金沈清离，浑身铜锈，仗着自己100亿家财为所欲为。于是在舔了3年毫无效果后，2大恶女一拍即合的将这瓜强扭了下来。她用免死金牌，她用亿万家财向皇上请旨，分别嫁与宰相与太子。哇，这娶亲排场真大呀！同日而嫁，双喜临门。若非盛南将军这位满朝文武的白月光如今正驻守边关，无法回京，否则哪还有他们什么事儿？不好了，两女花轿相撞，2位新娘双双落水，还不快救！幸好都还活着，喜事差点变丧事了。快将新娘塞回花轿上，御赐良缘，误了吉时，向上狗头不保啊！对了，千万别上错花轿啊！请太子妃、少夫人下轿，让各自夫君背去洞房，寓意前路繁花似锦，喜结良缘。太子妃，少夫人，哇！一不小心传承虐文里同名同姓的恶毒女配，就是那个在城墙被3选1，最后凄美坠落城墙的炮灰原配。我温雨薇，我沈清怡，万万没想到前脚吐槽虐文里恶毒女配坠落城墙的凄惨结局，后脚就与闺蜜双双落水，正好传承了这悲催的炮灰原配。此刻还刚下花轿，嫁了人连逃婚都逃不了。在意识只能如履薄冰，不知道李丽有没有也传进虐文。我要坚强，你要凶器。哎呀，罢了，既来之则安之，得亏只有我一个人传书。原著中，我相公是个温柔深情的男二席锦，国公独子，芝兰玉树，年纪轻轻就官拜宰相。原著中，我相公是寒气逼人的男主尉迟彦，皇后嫡出，冷面阎罗，会为权倾朝野的太子爷。你竟然是你！难不成你上错花轿了？不对啊，乱套了！这台词应该我说呀！我相公怎么从男二换成了男主啊？我相公怎么从男主换成了男二？千万般寂寞。检测到剧情错乱，即刻为1号宿主绑定恶毒女配作死系统。3、2、1。我叫温雨薇，一朝落水穿进虐文，本该是男二的舔狗原配，谁知上错花轿，大婚当天成亲对象换成男主，现在还要绑定恶毒女配作死系统，争取让男主早日在我坟头蹦出。不行，我不要做什么恶毒女配，我要回家。宿主清醒点，你在原来的世界已经躺在火葬场了，倒不如在异世兢兢业业走剧情，为主角伟大的爱情添砖加瓦。走完剧情的奖励可是很丰厚的呀，从此攒下1万家财，走上人生巅峰。如若不从，嘿嘿嘿嘿，那就会被抹杀。好吧，自由诚可贵，生命价更高，我豁出去了。虽然任务对象变了，但宿主依旧是恶毒女配。恶毒女配就要有恶毒女配的样子，让男主对你的好感减99%，这样才能凸显出女主的忠贞不渝。好了，现在就颁布第一个任务，给男主尉迟尉下药，尽显花痴本色。
并说出台词：“男人，你挑起的火就由你来灭。”最后，喂，最后什么呀？系统断电了。春风药，一夜春风，那我该不会是要霸王硬上弓，将男主这瓜强留下来吧？奇怪，他嘴巴未动，可本太子分明听见他说什么。春风药。人生三大不幸：一、传承虐文里结局是摔下城墙的炮灰原配；二、上错花轿嫁错郎，绑定恶毒女配作死系统；三、系统不靠谱，说了一半的任务就断电。接下来我该如何对男主下春风药呢？有了，待会儿就下在这合金酒里，随你放。枯静意外听见他的心声，这京城最有名的绣花草包，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平日里装的对喜锦情深不悔，如今一招错嫁，却色胆包天，敢笑想本太子吗？孤便可，你要如何自作自受？那个太子殿下，说来无奈，虽是上错花轿乌龙一场，但全京城的人谁会信我们在新婚夜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却无事发生？既然不可能退婚，横竖你都是娶你不喜欢的人，我们就这么凑合过吧。你说的不错，拜堂礼成，举世瞩目，孤自然不会追逐着太子妃是谁。你看那儿。什么也没有啊。师姑看花了眼，以为有只小野猫趴在床头胡闹，还请太子妃饮下这杯合卺酒。他饮得一滴不剩。徐腾在不在？等下就能看见男主欲火焚身的样子了。我真要夺他清白吗？这不好吧？不对，这药怎么下到我身上来了？不对，这药怎么下到我身上来了？春风药啊，药效之猛烈，可让人抓耳挠腮，心痒不止。你竟敢算计本太子，就该想到自食恶果。姑突然想起来，还有装药锦的公务未完，只能委屈小新娘新婚夜独守空房了。不可以，任务不完成任务会被抹杀的。豁出去！男人，你不要不知好歹啊！你现在是我相公，你全身上下的连腹肌都是我的，亲亲抱抱怎么了？我看上你是你的福气，记住了，你引起的火就由你来灭。不好，这绣花草包将药也渡了过来。温雨薇，你真以为姑不敢动你吗？不语是雪山，是谁乘着心动劝我入江中，执一场梦。宿主连上电了，任务的最后是狠狠羞辱男主，眼看他身中奇毒却无动于衷，让他感受到被抛弃的滋味，方能让他对你这恶毒女配好感减99。我操，宿主，你怎么把男主推倒了？天崩开局啊！我操，宿主，你怎么把男主推倒了？天崩开局啊！本想通过下药让男主对你这恶毒女配好感减30，这下好了，你将这强女的瓜摘了下来，男主清白没了，对你的好感还跟见鬼似的加30。系统也不能全怪我嘛，你这任务说一半就没电了，我只好自行发挥了。何况这太子殿下的腹肌虽然很好摸，但我也吃了亏啊。他这一晚上不知节制，我也腰酸背痛的。算了，好感这东西能加也能减，来日方长还能补救。幸好还有2号宿主，总不会也搞砸任务吧？沈经理，男二的好感怎么也加30了？难道你也把男二推倒了？那咋了？这不是任务吗？况且都成亲了，合法夫妻相求宁令怎么啦？你是不知道我昨晚有多难，他死活不跟走，我索性打晕了他。醒来后，他跟个良家妇男似的哭唧唧的。男人的清白，这不是清白吗？为泼妇难养也。我是恶毒女配作死系统，我这一生绑定了2个宿主，谁知2个宿主都阴差阳错的睡了男主跟男二，完了，剧情乱套了，毁灭吧，爱咋咋地吧。听说了没？昨天有2桩御赐的盛世婚礼同日举办，本该双喜临门，结果这2位新娘子却双双上错花轿，导致新婚夜新郎一曲，如今拜了堂行了礼，无论如何都只能吃下这哑巴亏，生米煮成熟饭了。2对怨偶，贵圈真乱呀！温雨薇，如今全京城都知晓这桩错嫁换娶之事，碍于声明，只能将错就错。今后你便是我尉迟宴的太子妃。这是太子府长宴，姑虽不喜你，看你既招惹了姑自是红。
好好对你。唉，殿下嘴上这么说，神情却那样凶巴巴的，他可是威名赫赫的冷面阎罗呀！想必打定主意，将我这对他霸王硬上弓的小兔子慢慢剥皮拆骨。人生没了盼头啊！本相苦读圣贤书10几年，何时受过这等屈辱？行了，别哭了，睡都睡，一个大男人哭什么？我会负责的。唉，说到底，你还不是我的菜呢，委屈的是我啊！果然不是幻听，竟然真能听到他心声。报！太子殿下，相爷依照习俗，成亲第2日，新娘子该向皇后、国公夫人敬茶了。造孽呀！自古婆媳关系就是难题，而皇室是出了名的凉薄无情，那我岂不是无命休矣？母后向来不是个好相处的，这小兔子瞧着没心没肺，实则生性胆怯，也不知会不会吓坏了去。啊！我在榻上那般欺负他儿子，婆婆该不会找我算账吧？哼，母亲定会对沈清仪百般挑剔，届时也能煞煞她的威风，让她知晓谁才是一家之主。一至深夜，母后却不肯放人，莫非是因为温雨薇不是她称心如意的儿媳，闹得不可开交？罢了罢了，虽想看她不快，但到底是本相明媒正娶的妻子，为人君子自当护之。圣贤有言，婆媳矛盾多是男子不作为，哭还是得亲身上阵，为这小媳妇杀出重围。别怕，有夫君在。哎呦，也不知本宫的冷面大儿何来的福气，得这么个乖软香香的小媳妇。锦儿榆木脑袋，就得你这爽朗直率的小辣椒治一治。看来是我多余了，儿媳宠上天，儿子靠边站。瞧，温紫薇嫁给太子殿下才几日，皇后娘娘就将全城的精力放生，只为给她这自家儿媳祈福。沈清离这相爷正妻也过得爽歪歪，国公夫人以她的名义给嵩山寺的佛像重塑金身，只盼她喜乐平安。两家婆婆都将儿媳宠上天，是谁也不会想到新娘子们其实上错花轿嫁错郎呢。有视如己出的婆婆，有金山银山，还有肤白貌美大长腿，就算老公不回家，那日子也过得赛神仙啊！天哪，这是恶毒女配该享有的待遇呢！都不许得意忘形，等女主驾到，炮灰就该七彩离场了。皇后娘娘，京城谁会知道这上错花轿并非上天注定，而是有意为之。合作愉快，亲自挑选的儿媳就是好啊。阿燕与青离八字相克，实非良配，而温家丫头的生辰八字却压得住本宫家这小狼崽子的命格，是个小福星。席家8代单传，人丁凋零，席锦又是个清心寡欲的独苗苗。大师说，若想破此境况，唯有娶沈家姑娘。所以我们不如交换婚事。好，强扭的瓜甜不甜，尝了才知道。男人，你不要不知好歹啊！你现在是我相公，你全身上下的连腹肌都是我的，亲亲抱抱怎么了？该死！本太子何时这般没定力？纵使这小兔子娇艳软糯，腰细腿长，还敢大胆推倒姑，但只是一次而已，估计还念念不忘上了。喝了好几杯凉茶，这心头的火却怎么也降不下去。哼，本相绝对不可能喜欢上那样蛮横无理的女子，只是一时色令智昏罢了。看来本相得研读一下佛经，造孽啊，罪过啊！男主好感加1，加2，加3，男儿好感加1，加2，加3，天塌了啊！好感怎么都蹭蹭上涨到36了？不能摆烂了，来日方长，等原主女主登场，剧情总能回到正轨。就是总觉得这个虐文事件出袭警 bug 了，至于是什么袭警 bug， 暂时还未查到。反正36计作为上计。宿主，恶毒女配守则第1条，败家娘们克夫君。妻子的脸面，男人的荣耀，我要上好的天蚕锦做肚兜，要北海珍珠磨成雅颜霜，还有这个，本太子妃目之所及，统统记在太子殿下账上。
真的要这么败家吗？殿下不得气得削我脑瓜呀！何必这么麻烦？这是地契，这一整条街孤都赠。宿主，恶毒女配守则第2条：鸡飞狗跳闹不停。今日殿下比往常要迟归一炷香，是不是在外养了外室了？我温以为天性善妒，你若身上沾了一根别的女子的头发丝儿，这个门就不……嘘，一炷香啊！太子妃也太小瞧姑了吧？姑能坚持多久？连新婚夜不该领教过了吗？要不然太子妃给姑生个子儿，就不会胡思乱想，患得患失。我说好的冷面言落呢？殿下竟说虎狼之词，好感加一，好感加一，好感又加一。3个月了，这好感怎么不跌反增啊？算了，宿主，还有恶毒女配守则第3条：大难临头解仙妃。尉迟彦是典型的美强惨男主，自小因天煞命格不受宠爱，后来在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才得圣上器重，却因此伤了脸，有了冷面阎罗之称。宿主只要在他伤疤上撒盐，以此要求合理，定能让一个男人对你彻底死心。豁出去了！你俯下身一吻，眼中是绿一针。哈哈，丑死了！早就听说殿下有冷面阎罗之称，没想到真这么面目狰狞。京城哪个女子敢嫁给你啊？哼，强扭的瓜不甜。尉迟彦，我们合理吧？我会不会太伤人自尊了？男主大佬，你只是一时落魄，将来女主会给你找一个神医，熬千年王霸，天山雪莲，金丝草炼制成药膏，涂抹3天你就能成为绝世美男了。哦，御赐婚事只有丧偶，没有合理。太子妃若是不满意姑的容貌，3日后为夫定叫娘子刮目相看。这下太子爷的好感一定会降到谷底。没想到摘下面具的太子爷帅得人神共愤啊！有钱有颜有权，这样的男人全京城哪个女子不想嫁？男主的脸怎么提前好了？这跟说好的剧情不一样啊！女主的戏份被谁抢了？见鬼了！好感现在66了，难道宿主领的是黑心白月光剧本？系统服务了，男主是受虐狂，女人不坏，男人不爱。吁！姑的太子妃在这偷偷，不如光明正大的调教自家。啊，这都被认出来了。我已是雪山，是谁乘着心动漩涡入江中？哎呀，本宫香香软软的儿媳妇，得亏阿燕娶了你这么个小福星，困扰多年的脸疾才能痊愈啊！有这么个美男夫君，我也要喜极而泣了。今天被男主气，又被男主他妈气，剧情就像脱了缰的野马，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话不多说，明日就举办庆功宴，邀请满朝文武来见证，本宫的儿子要扬眉吐气了。到！宰相喜锦，携夫人沈清离赴宴，恭祝太子殿下福如东海。快低头！一个是权倾朝野的太子，一个是雷厉风行的宰相，咱芝麻小官可别触了他们的眉头。瞧这氛围，剑拔弩张，全京城都知晓，太子爷与习大人自幼就在国子监结下梁子，只为争夺他们的白月光江胜男。3人青梅竹马，后来江胜男去边疆做了女将军，他们2人在朝堂上变成了针锋相对的死对头。但不久前，两家新娘却闹了上错花轿这个大乌龙，这娶错媳妇儿跟强人亲是没区别。哎呀，两家怨偶见面，更该水火不容啊！习大人，瞧你眼下鼻青脸肿，看来婚后时常被夫人用鸡毛掸子好生伺候。殿下说笑，你这眼底发青的肾亏模样，与本官不遑多让，怕也是被挥霍败家的太子妃气得七窍生烟吧？说来也巧，如果我上错花轿，剧情开始乱套，那么这个跟我闺蜜同名同姓的恶毒女配，方才与太子妃对视，一见那清澈且愚蠢的眼神。How are you? I'm fine. I'm Joe. 确认过了，是我的大冤种闺蜜。
当我传奇虐文一不小心当上男主的炮灰原配，手持恶毒女配剧本后，我却意外在庆功宴上发现男二的炮灰原配竟然就是我那位大冤种闺蜜。我咔咔，她相遇姐妹，两眼泪汪汪。但万万没想到，原来我们都绑定了恶毒女配作死系统。两位宿主，本系统又没说过你们不是一起传输的，别这么凶嘛！本系统还没控诉你们这对好姐妹走剧情走得一塌糊涂，咱的任务是让攻略对象对你们的好感减99%，可你们呢，反其道而行，本系统也太难了。我们已经很努力的做天做地了，家有娇夫，老娘一天到晚的左手鸡毛掸子，右手搓衣板，哪里晓得的？不了，男主与男二都是受虐狂。不好了，太子妃跟宰相夫人也吵得眼泪汪汪，差点扯头花了。不准欺负本相的夫人！姐妹一条心，男人是意外，你嫁我也嫁，你离我也离。听说了吗？久闻太子爷与宰相水火不容，然而自从两家心腹上错花轿后啊，这局势就截然相反了。只因两家心腹在庆功宴上一见如故，如今啊亲如姊妹，他们便也跟着冰释前嫌，握手言和了。看来多年积累的仇怨被两桩婚事化解了，我大胆预测，两家连娃娃亲都定下来了。没错，自从与闺蜜相认后，我们便打定主意走剧情。然而这恶毒女配却不是那么好当的。每当我们想使坏，男主与男二却仿佛能听见我们的心声，走我们的路，让我们无路可走。系统甚至还宕机，无法查询他们的好感了。如是过了3个月，一个被传成了宠妻狂魔，一个被传成了妻管严。索性当条咸鱼摆烂，坐等女主登场，才是我们领盒饭的最佳时机。莉莉，剧情乱套了，我们的鬼水也乱套了，这个月都没来，最近腰还圆了不少，莫非是伙食太好了？难道我们不应该啊？那次酱酿酿喝了避子汤的呀，虽然喝的是酸梅，完了，该不会喝错汤了？恭喜两位娘子有喜了，这是双喜临门呐！什么？不行，这我要不能要！哎，好吧，两位娘子，这是落子药。哎呀，完了，年纪大了没看清，那是安胎药啊！喂，你们拿错药了！哎呦，昨日是花一朵，咱家好景色，送愿昔人一封温热。瞧，江胜南将军回京了。3年前他束发从军，头也不回去了边疆，但他这满朝文武白月光的传说却一直在京城流传啊！全城人谁不知道他是太子殿下与宰相大人的新尖尖，称兄道弟。白月光驾到，那两位讨人嫌的原配不得和离靠边站呢？你们就是尉迟燕与温雨薇的心腹，这般娇滴滴，见过山珍海味的男人，又怎会喜欢上你们这样的豆芽菜？新婚贺礼，本将军没送，在我看来，你们可不配。原著中男主和男二亲对一个汉子茶痴心不改，真是瞎了狗眼。女主光环强大，惹不起还躲不起嘛。不过莉莉，女主提前登场，就意味着我们终于可以跑路了。想想我们的结局。太子爷、齐宰相，这两位是你们各自的原配发妻，这一位是你们青梅竹马的异姓兄弟。嘿嘿，他们之中只能活下来一个，3选1，且看你们弃谁保谁吧。是什么？都选了他，那我这些年的真心又算什么？相逢片刻，懂我心风波。买逆水寒短剧，就买2.0。哇哈哈！本系统终于要到继续回归正轨了。两位宿主，为了避免剧情再出幺蛾子，接下来你们只要走完最关键的戏份，那么就可以提前大结局，假死脱身，从此逍遥快活。微微在想什么？如此入神。殿下，你回来啦？哎，这狐裘，姑前些天在皇家猎场射到一只白狐，正要入冬了，便让京城做工最好的绣娘赶这身狐裘。如今裹在微微身上，这么一看，姑的太子妃果然是一枚毛茸茸的雪团子，娇软惹人怜，需要捧在掌心。没想到尉迟燕位高权重，却总是为我低下高傲的头颅，费尽心思讨我欢心。只可惜，如果你不是男主，该多好。星光坠入眼睛，你坠入我心底，还下着许愿，原来你就是那颗流星。蟹黄羹还不快撤下去！本相早就叮嘱厨娘不可烹制此菜，难道不知夫人对蟹过敏吗？在外人看来，
喜景温润如玉，可独在我面前却是个爱哭的冤家。但纵使平日相看两厌，他对我却心细如发，记住了我的忌讳。如果你不是男儿，该多好。嘿嘿，两位贵人，俺要按照你们吩咐将江胜男掳来，接下来该咋整？这是1万两银票，明日配合我们演一出3选1的大戏。太子爷，谢宰相，温雨薇与沈清离是你们的新婚发妻，而江胜男却是你们的异姓兄弟。今日让你们做个抉择，让全京城的人看看，这3个女人谁在你们心中更重要。哼，哗众取宠，难登大雅。昨天我终于都听见你们的阴谋，误人做戏，不就是想看在他们心里孰轻孰重？可惜啊，2个人都永远比不上我1个人。你以为我凭什么是他们的白月光？有时救命之恩，另当以身相许。恶毒女配的宿命，就是女主与男主男二之间爱恨情仇的垫脚石。这段时间的过程虽然曲折，但结局是不会改变的。外学摆烂了，给个痛快吧！谁先动心谁就输了。炮灰最重要的是有自知之明。马上就能见证男主与男二齐刷刷选女主的高光时刻了。3、2、1。孤选温雨薇，本相选沈清离。什么？怎么可以有了媳妇儿就忘了兄弟？我温雨薇与我的大冤种闺蜜都穿进虐文当恶毒女配，好不容易等到女主登场，卷入男主与男二为了女主舍弃原配的3选1名场面。本以为要假死脱身，功成身退，谁知他们却不按套路出牌，不选女主，选女配。大哥，你们选错了呀！我们是恶毒女配，不是你们的真爱女主啊！算了，求人不如求己，三自个儿走就行，小来子。太子殿下，你不必委曲求全，我早知你心有所属。我们的亲事本就是上错花轿的孽缘，如今各归其位吧。喜大人，3个人的爱情太用情，我终究是多余的，再遇恒见了。沈清离，我跨越山水奔向你，找到你，抱紧你的心。完了，怎么男主跟男二跟着一起跳崖了？还好本系统使用空间瞬移功能，将你们传送到姑苏，力挽狂澜。恭喜2位宿主，你们终于走完剧情，彻底自由了。从今往后，你们不再是书中的恶毒女配，而是拥有了崭新的人生，掌控自己的命运。我看，一切又回原吧！完了，难道一不小心太宰单球跑了？唉，没想到太子妃与席夫人竟会落得双双坠崖的下场，而太子爷与席大人更是对发妻一往情深，竟追随他们而去，落得满身是伤，差点殉情。如今忍着悲痛，拖着残躯，大办葬礼，实在是闻者伤心，见者流泪啊！苍天无眼啊！既然2对有情人阴阳相隔，我再也不信江氏的男士满朝文武白月光的传闻了。回禀太子，山匪们都招供了，是太子妃与席夫人雇他们来演3选1的。是了，微微没这么容易死，明明跳崖前还说什么走剧情。走剧情？难道你也听见了他们的心声？什么虐文里的恶毒女配，什么系统？对，果然他们一定是在设局假死，心口不一的小骗子，竟然招惹了本太子，这戏就没这么好收场。沈清离，千万别让本官抓到你！敢始乱终弃，会搓衣板的人就绝不再是本官。走完剧情假死脱身后，我与闺蜜被系统传送到距离京都千里之外的姑苏，也凭着系统奖励的家财万贯，在当地摇身一变成了财阀。虽然意外将络子药搓拿成了安胎药，但也说明这是上天让我们揣着基因优良的崽，巨富留子，亿万家产，找他10万8千个后爹。我的天哪，这还是恶毒女配过的日子吗？这分明是人生赢家呀！后来我与黎黎同月同日生崽，都扯着破锣嗓子喊破天。去的大爷的，老娘不生了！那天我生下儿子，他生下女儿，正好凑一对龙凤胎，一个叫小花生，一个叫小田氏，便定下娃娃亲，亲上加亲。按古代的说法，小田氏是我家的童养媳，小花生是他家的童养夫，奶娃娃们交换信物，由此凭证，就不会认错崽啦。
我小花生，我小甜柿，今年3岁半。我们的娘亲是好闺蜜，还是文明姑苏，富得流油的财阀。多少男人想给我们家入赘当后爹？当万人迷的仔就是这样，苦恼啊！如今2位娘亲都去避暑山庄，能保当家。为了给他们准备一场震古烁今的喜承宴，我们毅然决然地当掉了身上的玉珏，等娘亲到家就赎回。八位李家锦，太子爷、西宰相，你们要找的人有下落了。啊，不好了！小少爷、小姐被当街掳走了！快放开我们！小心我们娘亲要找他！玉玉上刻着文字，惠美，我是你爹呀！那你就是我的彩了。虽然长得有点不像我跟你娘，鬼大儿，我是你爹呀！我爹是太子，若你真是我的便宜亲爹，为什么我们长得一点也不像？娘说过，我爹剑眉星目，威风八面，是显赫一方的权贵，但你笑得如沐春风，一点不像啊！我娘也说过，我爹君子如玉，善解人意，是富有诗书的才子。但你瞧这凶神恶煞的，八竿子打不着。况且你若真是我的便宜亲爹，为什么我们都没有父女相？娘亲才不会骗我，你们在说我。信物是不会错的。等你们娘亲来了，咱这个爹，你们不认也得认了。不好了，2位家主，姑苏急报，小小姐跟小少爷被蒙面绑匪当街掳走，官府都不管。什么？孩子就让人家给偷了？最重要的是，绑匪头目不要赎金，而是要孩子他娘。完了，肯定冲我们来的，到底是谁这么丧心病狂？来姑苏这些年，我们一直安分守己，赈灾施粥，不记得有什么仇家呀。这是黄金万两，特来向诸位赎回2个奶娃娃，如果不够还可以再加，千万不要伤害他们。不知是哪里得罪了您，只要肯放过我们2个倒霉催的孩子，我们就与您既往不咎，握手言和。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2位可还记得你们欠下的风流债？我们早在信上说的一清二楚，我们的目标不是2个小兔崽子，而是你们这当娘的。原来绑匪是爱而不得由生恨，这才大逆不道的绑架我崽。单天将我生得美丽动人，真是罪过。此时也只能为了娃儿们忍一手，但总觉得他们好熟悉。完了，竟然是秋天风哥！很意外吗？温雨薇，姑也很意外。原来办了葬礼的亡妻会起死回生啊！沈清离，是你说过要对我负责的，所以就算你逃到天涯海角，本相亦会寻到你。男主与男二此时不应该跟女主上演爱恨纠缠的修罗场吗？怎么我们这领了盒饭的恶毒女配又有戏份了？造孽呀，冤家路窄，我索取离心都千里之外，这也能没找到？关键都4年了，怎么还念念不忘？喂，大圣律法上，只要我们一日没有合理，亡妻亦是妻，仍是我尉迟宴今生唯一的妻子。阿离，你是如何忍心欺瞒我的？我差点就要殉情而去了，你就不知道心疼夫君吗？还不快从实招来！当年为何要假死脱身？不对劲啊！难道我努力作死，归来半生仍是太子殿下心目中的黑心白月光？他当真喜欢上我了？什么时候啊？孤自幼生性多疑，孤僻冰冷，只因置身于诡谲多云的皇室之中，所遇之人皆戴着面具伪装。可我以为你却是孤遇见的唯一一个不需要去揣摩的人。初来乍到时，你总是会故作凶巴巴，其实像极了一只张牙舞爪的小兔子。你会在孤的火药旁悄悄放一颗酸梅糖，会在孤熟睡时点上凝神的熏香，更会在旁人诋毁孤时挺身而出。太子殿下如此面目狰狞，将来等他登基，说不准嗜血凶残，民不聊生。我的夫君，关上门自己可以说，你们说不行。什么暴君，明明是明君。太子殿下将来一定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你这群狗眼看人低的，跟本太子妃通通滚去草堂。纵使你总想作天作地，可你这只小兔子嘴硬心软，根本做不了坏事，总是弄巧成拙。姑哪里会厌恶你？喜欢还来不及。我的爱你明白。糟了，恶毒女配也有春天。那习大人这位在外客卿手里，
在家娘们唧唧泪汪汪的全程，该不会真的是受虐狂，喜欢上我了？阿离，如你所想，本相也早在点滴相处中心悦你。我自幼是肩负家族荣辱的世家继承者，在我蹒跚跌倒时，他们说我是未来的家主，就该喜怒不露，不应有任何情绪，眼泪是最软弱的东西。那一天，我被罚跪在此打整整1年，而此后便收敛性情，直到你风风火火地闯入我的生活，让我尝遍酸甜苦辣。你那样鲜活热烈，连带着沉寂已久的浮里，好似都有了烟火气。哪怕你总是彪悍的左手鸡毛掸子，右手搓衣板，可只有在你面前，我似乎才能做自己。原来我也可以展现自己柔软的一面。前任你可有口福了？川渝老火锅，吃到你升天！好久没这么快活了。禀大人，林尚书特来拜访，倒是公务做不完，想让您分担一下。好，本相。按着，我家父亲也不是驴，承认干活不用歇的，在家我做主，有什么事情同我掰扯。好霸道，好喜欢。那一天，你的身后仿佛有光芒万丈，在我心中的形象瞬间伟岸起来。沈清离，你既拿捏了本相的7寸，叫我如何舍下你？真平白捡了个小娇孙。喂，姑到底是哪里做的不够好，才让你想离开我？你说出来，我一定听，一定改。阿离，你对我这个夫君到底有何处不满？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想你，想得有多寝食难安？完了，男人一哭，束手无策啊！这下真从恶毒女配变成黑心白月光了。系统，你在哪儿啊？快来救场啊！罢了，我们相信你们是有苦衷的，也知你们是受人胁迫，但是必须复合，否则孩子就要认祖归宗，绝不能跟着你们。可你抓的也不是我们的崽啊！这样互换一下才对嘛，连娃儿都认错了，当什么爹？我就说了吧，就是个坑爹！什么？原来我们两家定了娃娃亲？哎呀，看来咱们真得从死对头变成亲家了。落日之花一朵。天下说对我动心，我又何尝不是？早就以身入局，慢慢丢了心。可哪有恶毒女配能与女主作对的？剧情总会回到正轨，一日没有大结局，我们终究需要遵从书中命运的安排。男人虽好亲，生命价更高啊！倘若假死不能斩断孽缘，那么只能彻底和离了。小田树，你想不想有爹？想。倒是想，毕竟两位爹爹可比那些后爹帅气又多金，还有8块腹肌。但娘亲选择最重要。那你有没有看见娘亲眼里的泪花？他们肯定是爱在心，口口难开。我们要帮娘亲传达心意，冒着被娘亲打得皮开肉绽的风险豁出去了。最后实在不行，就把爹给踹了。和离书变成和好书，主攻一把，可千万不要让小天使失望啊！恭喜你啊，太子殿下，终于等到太子妃真心接受你了，果然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同喜同喜，你不也很快就要有老婆孩子热炕头了？既然他们主动迈出这一步，那我们也要拿出诚意。哇塞，180台聘礼闪下所有人的眼啊！谁家娶亲这样财大气粗啊？说你就有所不知了，小小的姑苏竟藏着卧龙凤雏，一个太子妃，一个官夫人。哎呦喂，太子爷与席丞相连夜800里加急追妻，来求两位娘子复合。这些绫罗珠宝就是为讨他们欢心。席丞相，你们疯了吗？微微，你曾说我们之间是孽缘，要各归其位。那么如今姑当着世人的面再娶，你再嫁便是回归正轨。阿离，这上错花轿不是阴差阳错，而是命中注定。再来一次，由本相坚定选择你。多亏我们将和离书换成和好书，主攻了一把。是啊，娘亲嘴巴都进了合不上，一定非常惊喜。慢着，尉迟燕、西景，本将军不是你们的白月光吗？这4年，我对你们的态度都已经软下来了，为你们穿上娇滴滴的衣裙，拿刀枪见过的手用来拿牢舌子琴棋书画，而你们非但视而不见，多加拒绝。原来就因为这2个女人，你们变心了吗？女主都千里追夫了，不出意外肯定追得到。我就知道，原来我们只是他们 play 中的一环啊！所有误会都是从不长嘴开始，现在女主开始长嘴，那局势就明朗了。他们怕是要破镜重圆。江胜男，谁说你是我们的白月光了？岁岁恍然间跌过堂前竹马酒气。喜欢就大胆承认，不要不好意思。那我就列举我是你们白月光的3大铁证。铁证1，全京城都知道，你们自小身边连个母苍蝇都没有，只有我能待在你们身边。少时你与我尉迟燕皆是太傅的关门弟子，而你喜好女扮男装，年岁
字也轻，常以府中兄长名称自居，如此雌雄难辨。我们是真将你当做亲兄弟看待，谁知后来发现你竟然是个女子，唉，那只好避嫌。铁正二，你们不是为了抢我才成死对头的？谁说你是我们白月光？哈，在国子监中，席锦常年考第一，孤是万年老二，自然是谁也不服谁。哪有这么多曲折坎坷的戏？铁正三，你们难道不是为了等我才一直不娶，最后无可奈何被圣上赐婚？既然没有心仪的女子，娶不娶妻又如何？总不能不吃饭就是为你茶饭不思，不睡觉就是为你夜不能寐吧？江将军，少点挠，这世间没有这么多人非要围着你转，都挺忙的。你们。原来女主不是他们的白月光，男主与男二这番话是毫不留情地斩断了女主的念想啊！系统在不在啊？快来分析一下现在是什么局势啊！这个恶毒女配到底能不能当啊？天空一声巨响，系统闪亮登场。亲爱的宿主们，想我了吗？系统剧情乱了，怎么办？淡定，宿主们，这次本系统有个好消息告诉你们，是这样子的。按理说，书中角色都应该按照剧情设定去发展，然而男主与男二却渐渐有了自主意识，开始脱离剧情控制，甚至能听到你们的心声。我说怎么所有任务都失败了？原来他是我肚子里的蛔虫，怪不得总是事与愿违跟我对着干。现在他们与江胜男已经彻底没有感情线，检测到男主与男二现在对你们的好感是100，所以现在你们翻身当女主了，书中命运被彻底改写，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摸鱼摆烂的恶毒女配也能升成女主？王家江胜男一直以满朝文武白月光自居，全京城的人都以为他是万人迷，原来是一厢情愿。一个女子竟然没有自知之明到这种地步，哎呀！如果是我都没脸活了。闭嘴！你们让我颜面扫地，那我要让你们后悔。哎呀，他该不会想不开要去跳城墙吧？停下！江胜男，不要做傻事！我愿不该受此爱或情在。怎么，温雨薇、沈清离，你们是来看我笑话的？你们赢了，满意了吗？江胜男，我虽不了解你，但也听闻你在军中备受敬仰。一个女子竟然可以做到巾帼不让须眉，一定是有常人无法比之毅力与胸怀。如今只是一时想岔了路，将我们当成你的对手，可我们从没有想与你分个高下。你是一心报国的女将军，在你的人生里，你就是自己的主角，断不该拘泥于情情爱爱上，迷失自我。两条腿的男人遍地都是，不合适那就换啊！你们说的对，我不该钻牛角尖。其实我也不喜欢他们，只是有些不甘心。现在也明白了他们为什么那么喜欢你们，还是香香软软的女孩子好，温温柔柔的，男人都臭熏熏的。将来他们若是欺负你们，就到军营找我，我替你们撑腰。怎么觉得江胜男要跟我们要跟我们抢马？月儿在手中开呀花儿笑，云儿在那眼前睡得早。书接上回，有道是错上花轿后被主角偷听心声，讲到了最终章，太子爷与袭宰相经过不懈追妻后，终于赢得两位娘子的芳心呐。如今老婆孩子热炕头，日子赛神仙，过得比蜜饯儿还甜滋滋啊。两人原本水火不容，如今也握手言和，从死对头变成了患难知己，甚至升级为未来的亲家。当然啦，他们也有个共同的潜在情敌胜男将军，从向两位娘子飞鸽传书，寄点土特产，是有将太子爷与袭宰相踩在脚下的复仇之心呐。又是一年春，太子殿下与习大人都放下手头公务，带着我们游山玩水，去做那闲鱼野鹤。途经姑苏时，春暖花开，繁花似锦。他们索性在此处的桂花树下埋下15坛女儿红，好为儿女将来的喜事做准备。等到将来小田氏长大，嫁给我们家小花生，凑一个好事发生的意头，真是一段佳话呀。大抵亲家总是互相看不顺眼的，徐大人怀着老父亲惆怅的心，首先唱了反调。怎么，你家是有皇位继承，非要霍霍我女儿不成？我可没有100%同意这桩婚事啊！谁知道小花生长大什么样？小田氏会不会喜欢？这变数可多了。哎，我们家还真有皇位要继承，但皇位这东西是我们家最不值得一提的了。小田氏，别管他们做不做皇帝，我娘都说了，不可3妻4妾。小学阿爹对我娘这样一心一意，我娘也说了，夫君不听话，就要鸡毛掸子和搓衣板伺候。啊！